安娜这个名字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想象力。20世纪末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故事是古老的，是现代的，是永恒的。实现的虚幻的浪漫。29岁的王子查尔斯，招呼包不住。这场童话般婚姻的背面，随着时间的转动，慢慢显现了出来。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皇室生活试炼的人来说，一夜间成为公众人物，落差是巨大的。戴安娜王妃被自己创造的皇室童话所吸引，一个害羞天真的年轻女孩卷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没有在一开始意识到她和查尔斯王子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两个人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这是他们订婚后接受采访的片段。记者问：“你们是在恋爱吗？”戴安娜不加思索地回答：“当然。”而查尔斯回答说：“谁知道爱的定义是什么 I suppose in love. Of course. Whatever in love means. 戴安娜之后回忆说：“这是多么奇怪的回答，它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创伤。”童话公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爱上了她的王子。婚后5年内，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真正的裂痕也开始显现。这个婚姻中的第3人卡米拉与查尔斯王子1971年在一场马球赛中邂逅。父亲是军官，母亲有贵族血统的卡米拉比查尔斯大1岁，与查尔斯在性格和兴趣上都极为相投。他社交技巧非常娴熟，与查尔斯交往的时候非常随意，并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屈尊讨好，这让查尔斯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与他开始并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查尔斯后来随海军在国外服役期间，卡米拉被查尔斯的朋友准将安德鲁·帕克堡尔追求，不敢奢望能够成为王妃的卡米拉开始和帕克堡尔交往。另一个原因是对查尔斯成长影响不亚于任何人的舅公蒙巴顿，认为卡米拉的形象和仪态不配皇家，也嫌弃她不够贵族，不是处女，反对查尔斯和她交往。1973年，卡米拉与帕克堡尔结婚，但仍保持着与查尔斯婚外情，常在皇太后的居所约会。在戴安娜和查尔斯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卡米拉的身影就多次出现。据说查尔斯选中16岁天真的戴安娜，还是听取了卡米拉的建议。订婚后，查尔斯出访前，戴安娜泪洒机场的画面就发生在她听到查尔斯和卡米拉的通话后。2人的蜜月中，查尔斯竟然佩戴着卡米拉送给他的袖扣，上面刻着2人名字开头字母2个 C。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王子和王妃的婚姻破裂了，媒体也开始大肆渲染，双方都通过朋友向媒体透露风声，将婚姻的破裂归咎于对方。戴安娜说，发现查尔斯和卡米拉复合是她人生中最糟的一天。她曾期待查尔斯为了家庭守在她身边，同时查尔斯越发嫉妒戴安娜的声望。他们身边多位随从都透露，在很多场合，查尔斯对戴安娜的诋毁也变得有战略性。比如参加公众活动出场前的时刻，查尔斯会说：“你现在看起来很糟糕，你的穿着不得体。”当他们同时出场时，人们只想看到戴安娜，这让查尔斯无法忍受。1986年，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关系也被公开。威尔士亲王于1994年6月29日通过电视采访承认并拙劣地寻求公众理解。Well, Mrs. Parker Bowles is a great friend of mine.
And she has been a friend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along with a lot of other friend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friend for a very long time. Would realize that when marriages break down, awful and miserable as that is, that so often, that it is your friends who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helpful and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ing. Otherwise, you would go start raving mad. A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之后，卡米拉成为了英国公众的众矢之的。1989年，卡米拉妹妹的生日聚会，戴安娜唯一一次正面与卡米拉对峙。当时，她在楼下找到了从人群中消失的卡米拉和查尔斯。她对卡米拉说：“我知道你和查尔斯的一切，不要把我当成白痴。”卡米拉回答说：“全世界人都爱你，你还有2个漂亮的孩子，你还想要什么？”“我要我的丈夫。”戴安娜曾向女皇求助，女皇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查尔斯，你知道，他就是这么无可救药。”婚姻破裂后，戴安娜曾口述85年时，她柏拉图式地爱上了她的皇家保镖巴里曼纳基。1年后，巴里被调离皇室，87年死于摩托车事故。80年代末，戴安娜曾与军官詹姆斯·休伊特交往。86年的一个酒会上，两人初次见面。之后，戴安娜雇休伊特做她的骑马教练。然而，两人分手后，休伊特将他们的故事出书，戴安娜大失所望，认为这是对她的背叛行为。对于查尔斯和戴安娜当时各自与情人约会的时期，海德罗夫王府的管家曾说，照看房子的同时还要照顾2个情人也不容易。韩国访问期间，二人将冷战直白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回国后，1992年12月，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向下议院宣布了王子和王妃的分道扬镳。白金汉宫表示，这一决定是经过友好协商做出的。这对夫妇目前没有离婚的计划，此事没有第三方参与。戴安娜曾说过，摧毁一个人的心智最好的办法就是孤立他。他最担心的就是皇室会将他和孩子分开，因为孩子们是皇室接班人，对此他自己将会无能为力，所以他需要把事实公众于世，争取民众的支持。戴安娜和作家安德鲁·莫顿合作出版了传记《戴安娜：她真实的故事》，向世界公开了她的故事和她在皇室不为人知的经历。1995年，戴安娜接受了 BBC 记者马丁·巴希尔的采访。这次访谈在2021年再次引出轩然大波，调查爆出了记者巴希尔当年用不正当的造假手段创造了这次采访机会。95年11月20日 BBC 全景节目被2300万人观看的直播中，戴安娜用史无前例的直白而戏剧性的方式畅谈了她个人生活和皇室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她与查尔斯王子失败的婚姻，并透露了她订婚后就开始的暴食症和曾5次尝试轻生。这对皇室和查尔斯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戴安娜谈到了丈夫与卡米拉·帕克鲍尔的关系，说出了她的名言：婚姻中有3个人有点太挤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曝光了皇室家族，让查尔斯和皇室怒不可遏。戴安娜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也踏出了无法挽回的一步。她认为有必要说出她的观点和立场，来让公众站在她这一边。当时的戴安娜已经开始主动利用让她时刻困扰的媒体，但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控制的潘多拉魔盒。此时的戴安娜渐渐化身成了一个符号，她融合了浪漫哥特小说中天真女孩的遭遇，深宫内历代被压抑的灵魂，破碎的偶像，不和谐的家庭，所有这些群体意识造就了戴安娜这个符号。
1995年12月20日，白金汉宫公开宣布，女皇已致信威尔士王子和王妃，建议他们离婚。女王的举动得到了首相和议员的支持。据 BBC 报道，经过2周的谈判，查尔斯王子很快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同意离婚。1996年2月，戴安娜在与王子和女皇的代表谈判后，自己公布了离婚协议及条款，这也激怒了白金汉宫。离婚手续在1996年8月28日完成。离婚后，戴安娜失去了殿下的尊称，保持了威尔士王妃的称号，保留了她在肯辛顿宫北侧的住房。戴安娜在爱情中受挫，被皇室的冷漠所孤立的同时，她从缓解弱势群体的苦难中找到了慰藉，找到了力量。87年4月，在那个社会对艾滋病抱有误解和偏见的年代，戴安娜协助开设了英国第1个艾滋病专科医疗中心。她坐在病床边和病人握手面谈，用她简单而直接的行动来打破大众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误解和恐惧。戴安娜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公益事业是她反对地雷的行动。97年1月，戴安娜王妃走过安哥拉战地雷区的一幕，被永载史册。她当时说：“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是一个人道主义人物。如果我在这里能为让世人了解这个可怕而严重的问题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深深的愿望就被满足了。”直面苦难而不是绕道而行的戴安娜说过：“当人们濒临死亡时，他们比其他人更开放、更脆弱，比常人更真实。我很欣赏这一点，我喜欢和真实的人在一起。”如今，他的孩子们威廉和哈瑞王子也接下了戴安娜人道主义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公益事业。离婚后，戴安娜开始和在医院电梯里邂逅的巴基斯坦裔心脏外科医生卡恩建立了感情关系。俩人的关系在秘密中进行，由于他们身份巨大的差别和卡恩医生对生活隐私的注重，这段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与卡恩医生分手1个月后的1997年夏天，活跃于英国的埃及亿万富翁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邀请戴安娜和他的家人一起乘游艇在南法度假。此后，戴安娜开始了与他的长子道迪·法伊德约会。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幸福家庭的戴安娜，似乎在和法耶德一家的度假中看到了幸福家庭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幸福而轻松的家庭，不像冰冷拘束的皇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孩子们可以在独立于皇家的状态下得到保护，自由的生活。对戴安娜来说，一个新时代似乎即将来到。她重新打造了自己，为了公益事业以及自己的幸福，她即将开始人生的下一篇章。命运的齿轮转到了1997年8月30日，戴安娜与道迪在道迪父亲的游艇度假后，从萨丁岛飞到巴黎，准备在回伦敦前在属于道迪父亲的巴黎瑞兹酒店共度一夜。为了逃避狗仔队的追随，两人决定临时改变行程，从酒店后门出发，驱车前往道迪的公寓。但这个临时的改变也意味着已经下班3小时并饮过酒的酒店保安经理亨利·保罗被临时召回作为司机护送他们。戴安娜、道迪、作为司机的亨利·保罗以及道迪的保镖特利佛4人乘黑色奔驰车，在狗仔队的紧随下离开酒店，在距离酒店4分钟车程的阿尔马桥隧道中发生了悲剧。There has been a terrible accident involving Diana, the Princess of Wales, in Paris. 汽车以超过限速2倍的速度在隧道中与一辆白色菲亚特擦边后变向，撞上了隧道的第13根支柱。
道迪和保罗当场丧生，保镖特里佛生还。戴安娜在现场急救40分钟后被送至医院。31日凌晨4点宣布抢救无效。36岁的戴安娜王妃逝世。1997年9月6日，超过100万人在伦敦大街上送别这位人民的王妃。在现场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说 I feel like everyone else in this country today, utterly devastated.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Princess Diana's family, in particular her 2 sons, the 2 boys. We are today a nation in Britain in a state of shock, in mourning, in grief that is so deeply painful for us. She was a wonderful and a warm human being. Though her own life was often sadly touched by tragedy, she touched the lives of so many others with joy and with comfort, with the sick, the dying, with children, with the needy, with just a look or a gesture that spoke so much more than words. She would reveal to all of us the depth of her compassion and her humanity. The people everywhere, not just here in Britain, everywhere, they liked her, they loved her. She was the people's princess. And that's how she will stay, how she will remain in our hearts and in our memories forever. 回到伦敦的女皇向国民广播中说 As your queen and as a grandmother, I say from my heart. First, I want to pay tribute to Diana myself. 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I admired and respected her for her energy and commitment to others, and especially for her devotion to her 2 boys. No one who knew Diana will ever forget her. Millions of others who never met her, but felt they knew her, will remember her. And may we,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hank God for someone who made many, many people happy. 葬礼后，戴安娜被安葬在斯班瑟家族位于北安普顿郡的阿尔索普庄园湖中小岛上的家族墓地。我们用戴安娜弟弟斯班瑟伯爵九世感人至深的悼词中的这几句作为结尾。戴安娜是仁爱、责任、风度、美的精髓，在全世界她都是无私人性的象征，在全世界她都是为弱势群体权益呐喊的旗手，一个超越国籍的英国女孩，一个超越阶级的天生高尚的人。独特、复杂、非凡而不可替代的戴安娜，她的美丽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